突然之间，一场大风暴来临。进入了5月，美元指数突飞猛进，刮起了一股超级旋风。就在刚刚，美元指数突然突破了93的重要大关口，而达到了93.41。美元对日元也突破了110关口，也是一片大涨。美元今天突然走强，以及前段时间一直处于反弹之中，其根本的原因是：一、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6月份将会加息一次，这次加息的概率非常高，导致了美元提前走强。我们知道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一个偏鹰派的人物，而且相对耶伦来说更容易与特朗普沟通。之前耶伦是超级鸽派，而且特朗普对他极其不好，多次表示要撤换掉他，导致耶伦在加息缩表问题上非常犹豫，多次错过最好机会。而鲍威尔是特朗普认可的人选，在加息的道路上，特朗普基本上不会对他有什么意见。今年预计加息3次，不排除加息4次，这样一来，算是一个加息频率比较高的年度。这样一来，使得美元就进入了反弹的通道，甚至在某个阶段会表现很强势，这就是加息的叠加效应。2.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美联储缩表，这是导致美元走强的最底层原因。实际上，加息是价格性工具，这会导致货币的成本上升，但是只要能够接受更高的成本，市场还是有钱的。而缩表则不一样，缩表是直接回收美元，然后注销，而回收的美元又是基础货币，这会导致货币乘数呈几何倍放大。也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即使你能够承受更高的货币成本，但是市场上根本没有美元了。而自从去年10月开始，美联储就已经悄悄进入缩表的通道了，而且美联储是在加速缩表。美联储必须要趁下一场危机到来之前，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减少到可以应对下一场危机。也就是说，未来根本避免不了危机，而危机到来时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很庞大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多少扩表的空间，救市的手段就有限，美国就会非常危险。同时，今天美国4月份的零售销售报告公布之后，更是刺激了美元短期的走强，迅速突破了93的大关。美元指数大涨的同时，另一个市场则出现抛售狂潮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涨，刚刚到了 3.063%， 创下了2011年来的新高。其中在1分钟的时间内，美国10年期国债被抛售了4万手期货合约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，说明市场正在疯狂抛售美债，从美国债券市场撤退或者做空。要知道，随着加息的到来，美债的收益率还会继续走高。这个时候，黄金也大跌，跌破1300关口，跌到了1292美元，创下了去年年底以来的新低。自从美元脱离了金本位后，美元贬值，往往黄金就上涨，美元走强，黄金就下跌，这个蹊跷板效应一直存在。随着美联储6月加息几乎肯定到来，对于黄金的打击还将持续，利率的升高天生对美元不利。除非接下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，伊朗和以色列的军事对峙继续升级，地缘政治的紧张会使得黄金脉冲式上涨，因为避险资金会进入黄金。美债收益率走高到 3% 以上，也把美国股市吓坏了。美国3大股指全线下跌，债市的抛售潮蔓延到了股市。之前一直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3%， 那么美国股市就危险了，泡沫随时可能会破灭。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 3%， 还是要小心，毕竟风险越来越大了。从历史的角度，每一次美联储加息周期，美元指数走强到90以上，都导致了全球出现了一定的金融危机，历史上是屡屡证明了。上个世纪日本崩盘也是被美联储加息剪了羊毛，美元指数上涨，大量的资本流向了美国，而日本倒下了。后来到了1997年，亚洲的金融风暴，美元指数也走强，到了90以上，甚至100，亚洲各个国家就被金融风暴给洗劫了。到了2015年12月，
美联储次贷危机后第一次加息，美元指数也涨到90以上，其结果就是30多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崩盘。但是因为这次加息周期太长了，中间特朗普又上台，特朗普上台后打压美元，想以此促进美国的出口，因此美元指数从高位开始下跌，跌到了89。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货币终于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时光。然而，随着美联储新主席鲍威尔的上台，美元开始重新成为霸主，美元重新开始走强。一旦美元指数重新到了90以上，全世界又开始刮起了一场风暴。在这场风暴到来时，一个曾经的准发达国家阿根廷率先倒下了。阿根廷货币暴跌，将7天逆回购利率都加息到了40%，还是无法阻止阿根廷货币的暴跌，而外汇储备一天就消耗了10%。不仅仅是阿根廷，包括巴西货币、南非货币、印度货币等，都在短期出现了大跌。一场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又隐隐出现。这次美元的走强，伴随着石油的走强，而美元又和石油紧紧联系在一起，称之为石油美元，这似乎成了收割全世界财富的利器。而现在中东大乱，更是会导致很多中东避险的资本流入进美国，导致美元进一步走强。而中东大乱又会导致石油价格走强，而美国因此也受益，因为美国已经成为了能源大国、出口大国。随着这场美元走强而引发的债券抛售狂潮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抛售狂潮，一些新兴的市场国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但是对于那些经济增长快、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，只要采取了外汇管制的国家，都能够在这场风暴中安然无恙。这个时候外汇管制是必须的，这是金融保卫战在特殊时期最好的武器。可以说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中国可以岿然不动。好机会。而鲍威尔是特朗普认可的人选，在加息的道路上，特朗普基本上不会对他有什么意见。今年预计加息3次，不排除加息4次，这样一来，算是一个加息频率比较高的年度。这样一来，使得美元就进入了反弹的通道，甚至在某个阶段会表现很强势，这就是加息的叠加效应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美联储缩表，这是导致美元走强的最底层原因。实际上，加息是价格性工具，这会导致货币的成本上升，但是只要能够接受更高的成本，市场还是有钱的。而缩表则不一样，缩表是直接回收美元，然后注销，而回收的美元又是基础货币，这会导致货币乘数呈几何倍放大。也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即使你能够承受更高的货币成本，但是市场上根本没有美元了。而自从去年10月开始，美联储就已经悄悄进入缩表的通道了，而且美联储是在加速缩表。突然之间，一场大风暴来临，进入了5月，美元指数突飞猛进，刮起了一股超级旋风。就在刚刚，美元指数突然突破了93的重要大关口，而达到了93.41，美元对日元也突破了110关口，也是一片大涨。美元今天突然走强，以及前段时间一直处于反弹之中，其根本的原因是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6月份将会加息1次，这次加息的概率非常高，导致了美元提前走强。我们知道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一个偏鹰派的人物，而且相对耶伦来说更容易与特朗普沟通。之前耶伦是超级鸽派，而且特朗普对他极其不好，多次表示要撤换掉他，导致耶伦在加息缩表问题上非常犹豫，多次错过每一次美联储加息周期，美元指数走强到90以上，都导致了全球出现了一定的金融危机。历史上是屡屡证明了。上个世纪日本崩盘也是被美联储加息剪了羊毛，美元指数上涨，大量的资本流向了美国，而日本倒下了。
后来到了1997年，亚洲的金融风暴，美元指数也走强，到了90以上，甚至100，亚洲各个国家就被金融风暴给洗劫了。到了2015年12月，美联储次贷危机后第一次加息，美元指数也涨到90以上，其结果就是30多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崩盘。但是因为这次加息周期太长了，中间特朗普又上台，特朗普上台后打压美元，想以此促进美国的出口，因此美元指数从高位开始下跌，跌到了89。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货币终于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时光。然而随着美联储新主席鲍威尔的上台，美联储必须要趁下一场危机到来之前，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减少到可以应对下一场危机。也就是说，未来根本避免不了危机，而危机到来时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很庞大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多少扩表的空间，救市的手段就有限，美国就会非常危险。同时，今天美国4月份的零售销售报告公布之后，更是刺激了美元短期的走强，迅速突破了93的大关。美元指数大涨的同时，另一个市场则出现抛售狂潮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涨，刚刚到了 3.063%， 创下了2011年来的新高。其中在1分钟的时间内，美国10年期国债被抛售了4万手期货合约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，说明市场正在疯狂抛售美债，从美国债券市场撤退或者做空。要知道，随着加息的到来，美债的收益率还会继续走高。这个时候，黄金也大跌，跌破1300关口，跌到了1292美元，创下了去年年底以来的新低。自从美元脱离了金本位后，美元贬值，往往黄金就上涨，美元走强，黄金就下跌，这个蹊跷板效应一直存在。随着美联储6月加息几乎肯定到来，对于黄金的打击还将持续，利率的升高天生对美元不利。除非接下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，伊朗和以色列的军事对峙继续升级，地缘政治的紧张会使得黄金脉冲式上涨，因为避险资金会进入黄金。美债收益率走高到 3% 以上，也把美国股市吓坏了。美国3大股指全线下跌，债市的抛售潮蔓延到了股市。之前一直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3%， 那么美国股市就危险了，泡沫随时可能会破灭。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 3%， 还是要小心，毕竟风险越来越大了。从历史的角度，